《血鬼行者》这款游戏自问世以来就很有特色，它是一款独特的肉鸽自动弹幕射击游戏，核心就2个字：爽玩。既能酣畅之道，又能基本解放双手，甚至开创了类《血鬼幸存者》的品类。整体战斗节奏特别激烈，但完全不用玩家耗费过多精力。敌人的刷新节奏、小怪的攻势，还有各阶段的 BOSS 的登场节奏都显得特别紧凑。而本期的《吸血鬼爬行者》甚至是更出色的作品。这款作品与《吸血鬼幸存者》是同一个开发商做的。老白厂商做游戏的思路真的太有东西了。从这款游戏的出色来看，《吸血鬼幸存者》的成功并不是偶然因素。这家工作室最近推出的这一款回合制卡牌新作，没有玩过的玩家想跟大家好好聊一下。这款肉鸽卡牌游戏能够玩得爽快，玩得尽兴，核心机制到底妙在哪里？首先，这款游戏采用的是回合制战斗方式，回合制游戏天生就能解放玩家的双手啊。常规的回合制游戏，比如说八方旅人、星之海这一类，基本都是玩家规划好策略之后开始看战斗演出。后面一些回合制游戏加了一些 QTE 战斗，甚至有很多回合制手游为了省事直接做全自动战斗。但《吸血鬼爬行者》的制作组真的太有智慧了。他们做的这款回合制新作，解放双手的设计思路完全不走寻常路。第一点，由于全程不会做自动战斗，战斗主导权依然把握在玩家手里。因为一旦彻底自动战斗，卡牌构筑和策略玩法就失去意义了，游戏本身乐趣就没了。第二点，它和杀戮尖塔这类传统卡牌肉鸽完全不是个路子。游戏里绝大多数的卡牌费用都压在了0费和1费，即使角色最高费用的卡牌也就3费或者是2费。而且在战斗中获取的随机奖励，很快就能把玩家的默认费用积累到2、3费可用的资源。更离谱的是，游戏里前期的职业核心卡牌基本都是0费、1费就能即可使用的，而且这款游戏的0费、1费的很多卡牌都是大范围的 AOE 伤害。试问市面上有几款卡牌游戏是这么做的？再说说数值设计和生存设计，对比其他游戏能看得出差距。像杀戮尖塔这类作品，玩家成型 BD 之前，攻击力往往很低，普通怪物的血量、攻击力都能跟玩家相差不大。甚至像杀戮尖塔2，很多小怪的攻击力比玩家更高，血量值比玩家的模型稍微低一点。但吸血鬼爬行者完全不一样，哪怕你没有完全成型最完整的构筑，这游戏进程敌人慢慢变强，绝大多数情况下你都能靠着卡牌构筑和技能一回合直接清掉一排敌人。而且游戏中的敌人是逐排慢慢向你靠近的，后排敌人没有走到攻击范围之前，根本没法对你造成伤害，这设计极为巧妙。虽然游戏是卡牌回合制有出牌规则，但不会像其他卡牌游戏一样硬性要求玩家精修卡组，打磨自己的循环构筑。因为这款游戏的设计思路跟其他游戏是不同的，游戏的卡牌构筑是分析到各个职业中的，并不像杀戮尖塔一样单个职业可以有几个卡牌构筑。本作通过卡牌构筑分发到单个职业里，能确保玩家上手比较容易，而且能体验到游戏的深度。当然，在每个职业都基本只有一套成型 BD 的情况下，游戏还是分为前中后期的不同玩法的。但是哪怕你只是凑出一套普通的基础构筑，也基本上能一回合清空整排的小怪。清完之后，下回合还是你的先手，敌人还没有靠近，所以根本没法反击，全程可以基本毫发无伤的通关。这是顶级的游戏设计，爽感直接拉满。更有意思的是，别的卡牌游戏刷出无限循环 BD 都是福利，但这款游戏反倒有专属的惩罚机制。我之前在图书馆里面就很快刷出了无限循环，卡牌无限叠加触发了无限的机制，但是地图怪物会直接瞬间形成高阶强制限制玩家的无脑刷新环。尤其是通过单回合中卡牌使用次数来控制的，游戏中将它命名为卡牌的连击次数。在单回合中，卡牌的连击次数是有上限的，只要这张卡牌在玩家的单回合中用的次数过多，这张卡牌会被破坏掉，同时敌人会瞬间变强，变成高阶强敌，输出特别高，血量也会特别高，玩家很难清场。这就是区别于杀戮尖塔的一个设计。杀戮尖塔中的成型 BD 呢，基本就能一路畅通了，完全没有这种制衡设计。对吸血鬼爬行者在注意在前的情况下，依然做了开拓创新的设计。在我眼里，这款游戏绝对是今年顶尖的独立游戏，甚至在我看来，接下来的半年中没有任何能与它抗衡的竞品。我目前呢只做第1期评测，后面还会再出第2期，因为我目前只解锁了部分角色，还有不少的角色和玩法没有体验完。可以说它完全颠覆了传统卡牌肉鸽的固有规则，这一思路真的太大胆了。依旧还继承了吸血鬼幸存者的经典特色，不同角色有专属定位、技能和搭配体系，上手就能摸索出专属的流派套路。另外，游戏中还加入了铁匠牌 DIY 的系统，可以给任意卡牌镶嵌钻石宝石、打新的孔，其实就是自定义给卡牌增加新的能力。相比于杀戮尖塔固定方向的卡牌升级，本作的强化自由度拉满，完全由玩家自己决定职场路线。那么，之所以与肉鸽卡牌代表之作杀戮尖塔做对比，是因为杀戮尖塔绝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作品，而本作也不遑多让。像游戏中的部分卡牌天生自带宝石孔，而且在点铺还能给卡牌额外打孔，进一步拓展了 BD 和搭配可能性。
同时游戏也保留了经典的肉鸽局外成长体系，每通关一场战斗可以永久回血、停止战斗力等基础属性，局外各种加点能保证玩家越来越强。我目前还没有解锁全部的角色，但已经轻松能够玩出无限连的流派了。游戏里的角色卡有主动技能和被动技能，把角色卡打出手牌场时才能触发对应的主动技能效果。比如说初始的角色法师打出对应卡牌之后能获得大量经验，升级速度远超常规角色等等。最终还有专属的密能天赋，还能给角色附加更加强力的被动。比如说每打出100张牌，永久提升基础法力值，也就是说每局的费用上限。使用角色之后，下次抽牌必定优先拿到该角色卡，形成角色卡的优势循环。还有一些能够保留法力值的专属密能天赋等等。而在地牢探索中也借鉴了之前吸血鬼幸存者的成功经验，我们能解锁各种道具，给自己加金币，获得血量的补给，还能解锁各类的神器卡牌。有些卡牌是通过2万卡牌进行合成的。借鉴了吸血鬼幸存者的神器装备系统，使得本作区分于传统的肉鸽卡牌作品。而且除了基础的道具之后，还有一些特别的宝箱，这些宝箱既能给卡牌镶嵌一些宝石效果，而且能够消耗一些卡牌来精简自己的卡牌空间。像是宝石打孔消炎功能界面打完第1关就能解锁，门槛很低。尤其在暂停菜单里还能查看已经解锁的武器、进化路线和卡牌组合列表，卡牌之间还能触发联动效果等等。一些组合后的卡牌费用更高，但伤害和效果也会变得极其炸裂。说起来，游戏的系统似乎特别深奥，但是你玩下去之后发现这个理解成本非常低。不同职业的识别路线当然也不一样，有的职业主打叠加力量属性，比如角色贝尔帕斯打出红卡就能叠加力量，触发专属的效果之后，卡牌发射数量直接加2。原本像是单体效果的伤害卡牌，增加数量之后也变成了 AOE 范围伤害，玩法可塑性很强。其他职业呢，由于时间关系我就不一一分享了，可以期待我第2期的视频。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点，游戏中的角色并不是数值平衡的，有明显的强度之分。其中像是就是大刀的女战士角色，上手就能轻松成型无限循环流派，角色只需要1080个金币，性价比超高。这张卡的核心效果是打出角色卡之后，自身力量提升20%，被动效果是触发黄色卡牌还能额外抽1张牌。像是默认的初始卡牌的本身效果是可以延长角色在场持续时间的，这样呢就形成一个很有效的循环。不仅能够加自己的力量，叠加角色卡的成长时间，而且通过抽卡能够形成无限循环，再搭配加法力攒费用的卡牌以及伤害卡牌，轻松就能形成无限循环。游戏的关卡设计有很多像是地牢探险的设计，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进攻节奏打道具恢复，或者是打一些小怪，最后再打 BOSS。另外，游戏中期还有一个过桥这类特殊关卡，怪物密度极高，敌人数值攀升非常快，没有太多缓冲的空间，就特别适合女战士这个流派。成型之后，1回合能循环输出5-6轮。要是再能拿到永久增加初始法力值的道具，直接全程无敌打 BOSS， 完全就是数值碾压。不过，正如之前所介绍的是，游戏并不会让玩家无脑爽快，单个卡牌连击次数上限超标，卡牌就被破碎，不能一直重复使用同一张卡，只有倒逼玩家要多囤积同名卡牌，但这也容易形成牌组膨胀的问题。再加上黄色卡牌大多数都是消耗卡牌，并不是零费的，费用耗尽就无法继续循环了，玩家必须把控节奏，在牌组膨胀和循环制衡之间找到平衡，策略性直接拉满。哪怕是从来没玩过沙漏尖塔这类卡牌肉鸽的新手，入手吸血鬼幸存者也能玩得特别开心。游戏会用最简单的方式让玩家快速理解牌组构筑、无限循环的核心思路，门槛友好度做得特别到位。虽然游戏是像素画风，有些玩家可能会接受不了，但论游戏性完全可以打满分，美术稍微扣0.5分，综合评分直接给到6.5分。在我看来，今年还没过半，但这款游戏已经稳坐年度独立游戏宝座，很难有竞品能够超越。不得不说，吸血鬼幸存者制作组的游戏理解真的太深了，能够开创类吸血鬼弹幕肉鸽品类，如今跨界做活跃之卡牌依然能做出颠覆性的作品。现在的活跃之游戏，不管是最终幻想新作，还是星之海歧路旅人，或者是33号远征队，都是在加 QTE 的即时格挡临场操作，让玩家越玩越忙。但吸血鬼爬行者反其道而行之，虽然节奏快玩法爽，但是游戏设计是完全不同的。他把卡牌费用压到极低，流派成型速度极快，同时保持了策略深度，不用玩家特别费劲才能达到自己的成型卡组。每个职业决赛自带核心套路 ，PVE 主打爽快体验，难度区间也很平滑，不会突然数值断层卡关。还有一个设计特别巧妙，很多战斗卡牌自带击退缴械效果，很多活跃之游戏靠 QTE 慢动作临场增加操作感，反而让玩家更累。本作直接用机制简化体验，我输出回合打完之后把敌人击退，甚至缴械，对方下回合根本没法攻击，主动权一直握在自己手里，完美继承了活跃制的优势。同时玩家只需要专注自己的回合操作，之后安心看战斗演出就可以，不用时刻紧绷神经，而且全程只需要规划自身输出，不用预防敌人大招，不用解debuff，不用叠抗性防御，不用像八宝旅人、数码宝贝、金宝可梦的活跃制游戏那样
紧盯着敌人方回合看技能提示，提前布局防守。我并不是说其他的回合制游戏不好，只是吸血鬼爬行者发现做了其他选择。在回合制游戏设计如此成熟的今天，有的游戏靠着刷脸达到年度最佳游戏，但是这款游戏我玩到现在几乎都没有刻意关注的游戏中角色血条，不用纠结血量高低，只管打出自己的构筑和输出，能够通关就完事儿。游戏体验特别松弛解压，而且是一款非常特别的回合制游戏，开创了回合制游戏的新的玩法。说实话，抛开3A 大作的硬性门槛，单论游戏设计、舒适体系、玩法创新，吸血鬼爬行者完全有资格角逐 TGA 犄角杆的年度游戏大奖。游戏设计思路、玩法数值平衡、玩法创意全部拉满，绝对是今年最顶尖的独立神作。如果你喜欢本期的游戏评测，一定要点赞关注，这对我真的很重要。我们下期再见。